我们一般认为，中医是经验医学。所谓经验医学，就是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的过程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中医不是经验医学，中医是由道而术的医学。什么叫做道呢？道就是规律，就是说古人呢，先认识了规律，然后根据这个规律设计出来的医学。那中医之道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阴阳五行。内经上说：“夫五运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。”中医的理论就是阴阳五行，阴阳五行就是中医之道，而且这个道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就是甭管这个世界有多大，它是这个规律；甭管它是多小，它也是这个规律。而且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。所以中医的理论至今没有过变化。那凡属于叫学，那一定有理论。那这理论是先有的呢，还是后有的呢？我们一般认为，医学一定是先有经验，然后逐渐总结理论，然后再去实践，然后再去总结理论，然后理论呢在不断的提高，不断的变化。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，中医的理论一开始就是定型的。那这理论是什么呢？就是阴阳五行。几千年来一向如此，它有过改变吗？它不会有任何改变。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理论一开始就是指导我们临床实践的理论，而且中医的技术环节包括摸脉、用针、服药，都是根据这个理论设计出来的。所以中医是被设计出来的。那它的蓝图是什么呢？它的蓝图就是阴阳五行。现在我们称之为顶层设计。凡属于叫做学，一定有理论，没有理论那就不叫学。我们说中医是医学，那它必须有理论。纯经验的东西是不能称之为学的。比方说，就连动物也可以本能的去找一些花花草草的嚼碎以后去疗伤，治疗自己的疾病。那动物有医学吗？动物是没有医学的。中医之所以叫做医学，是因为它有阴阳五行的理论。古人把它称之为道，所以我才讲中医是由道而术的医学体系。如果中医是经验医学的话，那我们说，像以前的非典，或者这次新冠病毒的流行，中医怎么能够冲上去啊？有人会质问了，
中医不是经验医学吗？那如果是经验医学，新冠肺炎第一次发生，为什么中医可以冲在第一线呢？那我告诉大家，其实你不用管什么病，都在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框架下，用这个理论就可以指导治疗。所以不用管发生什么新的情况，中医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种治疗方法。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的故事，说是神农尝了百草，然后按照阴阳五行的特性进行了归类，然后草就变成了药。那注意我这里所讲的，原来就是草，不是什么药。但是一个草有了阴阳五行的属性，这才叫中药。没有阴阳五行属性的，就不能称之为中药。不管它是什么东西，只要是有阴阳五行的属性，它就是中药。包括矿物质，包括动物身上的一些部分，都是这样划分的。我们思考一下，如果事先没有一个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在这个地方，那你随便尝一把草，你能把它归为这个药属于阴，或者属于阳，或者是属于木，属于火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打比方说，春天的枝芽，它是不是带有木性啊？那冬天的种子，它是不是属于水呀？它为什么属于水呢？因为它是种子。那秋天的落叶属于什么呢？那当然就属于金了。所以说，一味药的特性是和它的时间、地理以及它所取的这个植物的部位有关系。那这样说来，神农其实不用尝百草。有另外一个说法，我觉得更加切合实际，说是神农烤百草。考是拷问的考。说9天玄女娘娘给了神农一把鞭子，这个鞭子叫做赭鞭，是带赭石的赭。然后神农只要拿这个鞭子，看到哪个草，啪，这一声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如实道来。那这草就告诉神农了，它是干什么的。所以神农不用尝百草，也不用一日中70次毒，然后服用茶叶而解，这不需要，这只是一个传说。现在你大概能够理解我所说的，中医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种说法了吧？